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们不能继续允许那些公然威胁我们公民、危害全球稳定的人，躲在他们自己经常违反的国际法抽象概念背后。这是川普总统和美国已经踏上的道路，这也是我们请求你们欧洲国家加入的道路。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我们的家可能在西半球，但我们永远是欧洲的孩子。谢谢大家。我们今天齐聚一堂，作为这个历史性联盟的成员，这个联盟曾经拯救并改变了世界。你们知道，当这次会议在1963年首次召开的时候，它是在一个国家，不，实际上它是在一个大陆上，一个四分五裂的大陆上。共产主义与自由之间的界限贯穿了德国的心脏。柏林墙的第一道铁丝网仅仅在2年前才树立起来。就在那次首次会议的几个月前，在我们的前任们首次在这里，在慕尼黑会面之前，古巴导弹危机曾将世界带到了核毁灭的边缘。即使第2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在美国人和欧洲人心中依然鲜活，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一场新的全球灾难。这场灾难可能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毁灭，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末日色彩，也更彻底。在那第一次会议召开之时，苏联共产主义正在扩张，数千年的西方文明危在旦夕，那时胜利远未确定。但我们被一个共同的目标所驱动，我们团结一致，不仅是因为我们反对什么，更是因为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欧洲和美国携手取得了胜利，一个大陆得以重建，我们的人民繁荣发展，最终东方和西方阵营重新统一，一个文明再次变得完整。那道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的臭名昭著的墙倒塌了，随之倒塌的还有一个邪恶的帝国，东方和西方再次合二为一。但这场胜利的狂喜使我们陷入了一个危险的错觉，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历史的终结，认为每个国家都将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认为仅凭贸易和商业形成的纽带就能取代国家主权，认为这个被过度使用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将取代国家利益，认为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每个人都成为世界公民。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它既忽视了人性，也忽视了5000多年有记载的人类历史的教训，并且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这种错觉中，我们接受了一种教条式的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贸易愿景。即使一些国家保护自己的经济并补贴他们的公司，系统性的削弱我们的竞争力，导致我们的工厂关闭，我们社会的大部分地区去工业化，数百万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流向海外，并将我们关键供应链的控制权交给了对手和竞争者。我们日益将主权外包给国际机构，而许多国家则以牺牲维持自卫能力为代价，投资于庞大的福利国家。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却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迅速的军事建设，并且毫不犹豫地使用硬实力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了安抚一个气候狂热的群体，我们对自己施加了能源政策，这些政策正在使我们的人民陷入贫困。即使我们的竞争对手正在开采石油、煤炭、天然气以及其他任何资源，不仅是为了推动他们的经济发展，更是为了将其作为对抗我们的筹码。在追求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向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移民浪潮敞开了大门，这威胁着我们社会的凝聚力，我们文化的延续性以及我们人民的未来。
我们共同犯下了这些错误。现在，我们共同有责任面对这些事实，并着手重建。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利坚合众国将再次承担起复兴和重建的任务。其愿景是建设一个像我们文明的过去一样自豪、主权和充满活力的未来。尽管我们准备好在必要时独自完成这项任务，但我们更希望，也更期待能与你们我们在欧洲的朋友们共同完成。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我们是紧密相连的。美国是在250年前建立的，但它的根源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在这片大陆上扎下。那些定居并建立了我的祖国的人们，带着他们祖先的记忆、传统和基督教信仰来到我们的海岸，将其视为一份神圣的遗产，是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我们是同一个文明，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我们被国家之间最深厚的纽带所束缚，这些纽带是由数百年的共同历史、基督教信仰、文化、遗产、语言、血统以及我们先辈为我们所继承的共同文明所做出的牺牲而铸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美国人在提出建议时，有时可能会显得有些直接和急切。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要求我们在欧洲的朋友们认真对待并给予对等的回应。朋友们，原因在于我们深切的关心，我们深切的关心你们的未来和我们的未来。如果有时我们意见不合，我们的分歧也源于我们对欧洲的深切关注，因为我们与欧洲的联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我们还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紧密相连。我们希望欧洲强大，我们相信欧洲必须存续下去，因为上个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不断提醒我们，我们的命运最终并将永远与你们的命运紧密相连，因为我们知道，欧洲的命运永远不会与我们自己的命运无关。国家安全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不仅仅是一系列技术性问题，我们在国防上花费多少，在哪里，如何部署，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确实如此，但它们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到底在保卫什么？因为军队不是为抽象概念而战，军队为人民而战，军队为国家而战，军队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战。这就是我们正在保卫的一个伟大的文明，它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并致力于永远掌握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命运。正是在欧洲，那些播下自由种子并改变世界的思想诞生了。正是在欧洲，世界获得了法治、大学和科学革命。正是这片大陆孕育了莫扎特和贝多芬、但丁和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这样的天才。这里西斯廷教堂的拱形天花板和科隆大教堂高耸的尖顶，它们不仅证明了我们过去的伟大，或激发这些奇迹的对上帝的信仰，它们也预示着我们未来将迎来的奇迹。但只有当我们对我们的遗产毫不歉疚，并为这份共同的传承感到自豪时，我们才能共同开始构想和塑造我们的经济和政治未来。去工业化并非不可避免，它是一个有意识的政策选择，一项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举措，剥夺了我们国家的财富，使
生产能力和独立性，而供应链主权的丧失并非全球贸易繁荣健康体系的产物，它是愚蠢的。这是一次愚蠢但自愿的经济转型，使我们对他人的需求产生依赖，并极易受到危机的威胁。大规模移民不是，也从来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边缘问题，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场正在改变和破坏整个西方社会稳定的危机。我们能够共同实现我们的经济再工业化，并重建我们保卫人民的能力。但这个新联盟的工作不应只关注军事合作和重振过去的产业，它还应着眼于共同推进我们的共同利益和新领域，释放我们的独创性、创造力，以及建设新西方世纪的活力。商业太空旅行和尖端人工智能、工业自动化和柔性制造，建立不受其他大国勒索的关键矿产西方供应链，以及共同努力在全球南方经济体中争夺市场份额。我们不仅能够共同夺回我们自己产业和供应链的控制权，我们还能在将定义21世纪的领域中繁荣发展。但我们也必须掌控我们的国家边境，控制谁以及多少人进入我们的国家。这不是仇外心理的表达，也不是仇恨，它是一个国家主权基本的行为。而无法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对我们对人民最基本职责的放弃，更是对我们社会结构和文明自身存亡的紧迫威胁。最后，我们不能再将所谓的全球秩序置于我们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之上。我们不需要放弃我们所创建的国际合作体系，也不需要拆除我们共同建立的旧秩序的全球机构，但这些必须改革，必须重建。例如，联合国仍然有巨大的潜力成为世界上向善的工具，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的问题上，它没有提供答案，也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它无法解决加沙的战争，相反，是美国的领导力将俘虏从野蛮人手中解救出来，并促成了一个脆弱的停火。它没有解决乌克兰的战争，是美国的领导力与今天在场的许多国家合作，才将双方带到谈判桌前，以寻求一个仍然难以捉摸的和平。它无力限制德黑兰激进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核计划，那需要美国 B-2轰炸机精确投下14枚炸弹。它也无法解决委内瑞拉一个贩毒恐怖主义独裁者对我们安全的威胁。相反，是美国特种部队将这名逃犯绳之以法。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都将由外交官和措辞强硬的决议来解决。但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们不能继续允许那些公然威胁我们公民、危害全球稳定的人，躲在他们自己经常违反的国际法抽象概念背后。这是川普总统和美国已经踏上的道路，这也是我们请求你们欧洲国家加入的道路。这是一条我们以前曾共同走过的道路，并希望再次共同走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5个世纪里，西方一直在扩张，他的传教士、朝圣者、士兵、探险家从其海岸涌出，跨越海洋，定居新大陆，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庞大帝国。但在1945年，自哥伦布时代以来，他首次开始收缩，欧洲沦为废墟，一半生活在铁幕之后，其余的看起来也很快会步其后尘。伟大的西方帝国已进入末期衰落，这被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革命和反殖民起义加速。这些革命和起义将改变世界，并在未来几年将红色的锤子和镰刀覆盖地图的广阔区域。在那种背景下，当时和现在一样，
许多人开始相信西方的统治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的未来注定只是我们过去微弱而无力的回响。但我们的前辈们共同认识到，衰落是一种选择，而他们拒绝做出这种选择。这就是我们以前共同做过的事情，这也是川普总统和美国现在希望与你们一起再次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盟友软弱，因为那会使我们变得更弱。我们希望盟友能够自卫，这样任何对手都不会试图考验我们的集体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盟友被内疚和羞耻所束缚。我们希望盟友为自己的文化和遗产感到自豪，他们明白我们是同一个伟大而高尚的文明的继承者，并且愿意并能够与我们一起捍卫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希望盟友将破败的现状合理化，而不是认真思考如何解决它。因为我们美国人没有兴趣去做一个礼貌的、规规矩矩的看护者，看护一个自愿选择衰落的西方。我们不寻求分离，而是要重振旧的友谊，并更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联盟，他认识到困扰我们社会的不仅仅是一系列糟糕的政策，而是一种绝望和自满的萎靡不振。我们想要的联盟是一个不会因恐惧而陷入瘫痪的联盟，无论是对气候变化的恐惧、对战争的恐惧，还是对技术的恐惧。相反，我们想要一个大胆迈向未来的联盟。我们唯一的恐惧是未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自豪、更强大、更富裕的国家所带来的耻辱。一个准备好保卫我们的人民、维护我们的利益并保留行动自由的联盟。这种自由使我们能够塑造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一个仅仅为了运作全球福利国家和为所谓的前几代人的罪过赎罪而存在的联盟。一个不允许其权力被外包、限制或从属于其无法控制的系统的联盟。一个不依赖他人满足其国家生活关键需求的联盟。一个不维持我们生活方式只是众多方式之一的客套假象，并且在行动前不寻求许可的联盟。最重要的是，一个基于我们西方共同继承的独特、与众不同且不可替代的遗产的联盟，因为这毕竟是跨大西洋纽带的根本基础。以这种方式共同行动，我们不仅将有助于恢复健全的外交政策，它还将恢复我们对自己的清晰认知，它将恢复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样做，它将驳斥并威慑那些今天威胁着美国和欧洲的文明抹杀力量。因此，在头条新闻预示着跨大西洋时代终结的时候，让所有人清楚地知道，这既不是我们的目标，也不是我们的愿望。因为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我们的家可能在西半球，但我们永远是欧洲的孩子。我们的故事始于一位意大利探险家，他冒险进入未知的世界，发现了新大陆，将基督教带到美洲，并成为了定义我们拓荒国家想象力的传奇。我们的第一批殖民地是由英国定居者建立的，我们不仅欠他们我们所说的语言，还欠我们整个政治和法律体系。我们的边疆是由苏格兰裔爱尔兰人塑造的，他们是来自阿尔斯特山区的骄傲而坚韧的部族，他们给了我们戴维·克罗克特、马克·吐温、泰迪·罗斯福和尼尔·阿姆斯特朗。我们伟大的中西部腹地是由德国农民和工匠建造的，他们将空旷的平原变成了全球农业强国。顺便说一句，还大幅提升了美国啤酒的品质。我们向内陆的扩张是沿着法国皮毛商人与探险家的足迹进行。顺便一提，他们的名字至今仍点缀着密西西比河流域各地的路牌和城镇名称。
我们的马匹、牧场、牛仔竞技，以及整个牛仔形象的浪漫，它已成为美国西部的代名词。这些都诞生于西班牙。我们最大、最具标志性的城市，在被命名为纽约之前，曾被称为新阿姆斯特丹。你们知道，在我的国家建立的那一年，洛伦佐和卡塔利娜·吉罗尔迪住在皮埃蒙特萨丁王国的卡萨尔蒙费拉托，何塞和曼努埃拉·雷纳住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了解那13个殖民地，他们当时已从大英帝国获得独立。但我确信的是，他们绝不会想到，250年后，他们的一个直系后代会作为那个新生国家的首席外交官，今天回到这片大陆。然而，我今天站在这里，我自己的故事提醒着我，我们的历史和命运将永远紧密相连。我们共同重建了一个破碎的大陆，在2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之后，当我们再次被铁幕分裂时，自由的西方与东方，那些勇敢的反抗暴政的意见人士携手击败了苏联共产主义。我们曾彼此交战，然后和解，再交战，再和解。我们曾在战场上并肩流血牺牲，从加平到坎大哈。我今天站在这里，要明确表示，美国正在为新的繁荣世纪规划道路，而且我们再次希望与你们，我们珍视的盟友和最老的朋友们，共同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希望与你们共同实现这一目标，与一个为自己的遗产和历史感到自豪的欧洲，与一个拥有创造和自由精神的欧洲。正是这种精神，让船只驶向未知的海域，并孕育了我们的文明。与一个有能力自卫并有求生意志的欧洲，我们应该为上个世纪共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现在，我们必须面对并抓住新世纪的机遇，因为昨天已过去，未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共同的命运正在前方等待。谢谢。国务卿先生，我不确定您是否听到了大厅里的松了一口气的声音。当我们刚刚听到的，我将其解读为一种安心和伙伴关系的信息。您谈到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交织关系。这让我想起了几十年前您的前任们所说的话。当时的讨论是，美国究竟是不是一个欧洲大国？美国在欧洲有没有影响力？感谢您提供了这个关于我们伙伴关系的安心信息。这实际上不是马可·卢比奥第一次来到慕尼黑安全会议。他之前来过几次，但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务卿的身份发表演讲。所以再次感谢您。我们现在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回答几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收集了一些来自听众的问题。昨天和今天的一个关键问题，当然仍然是如何处理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在过去的一天、过去的24小时的讨论中，我们许多人表达了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俄罗斯人，让我通俗地说，俄罗斯人正在拖延时间。
他们对一个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并不真正感兴趣，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愿意在任何他们的最大化目标上做出妥协。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向我们提供您对当前局势以及我们未来走向的评估。我认为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好消息是，结束这场战争需要面对的问题已经缩小了范围，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他们已经缩小到最难回答的问题，而且，在这方面仍有工作要做。我明白你说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俄罗斯人是否真的想结束战争。他们说他们想，也不知道他们愿意在什么条件下结束，以及我们是否能找到乌克兰可以接受，俄罗斯也永远会同意的条件。但我们会继续尝试。与此同时，其他一切都在继续。美国对俄罗斯的石油实施了额外制裁，在与印度的对话中，我们得到了他们停止购买更多俄罗斯石油的承诺。欧洲也采取了自己的一系列措施。珍珠计划仍在继续，其中美国的武器正在被出售以支持乌克兰的战争努力，所以所有这些事情都在继续。在此期间没有任何停止，所以在这方面没有争取时间一说。我们无法回答，但我们将继续测试的是否存在乌克兰可以接受，俄罗斯也会同意的结果。我想说，到目前为止，这仍然难以捉摸。我们取得了进展，因为我认为多年来首次，至少在技术层面，双方的军事官员上周举行了会晤，周二还将再次举行会议。尽管可能不是同一批人，我们将继续尽我们所能发挥作用，将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带给他们。我认为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会反对通过谈判解决这场战争，只要条件是公正和可持续的。这就是我们旨在实现的目标。我们将继续努力实现它，即使所有这些其他事情，比如制裁等等，都在继续发生。非常感谢。我相信如果我们有更多时间，会有很多关于乌克兰的问题。但是让我通过问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来结束。几分钟后，下一位发言人将是中国外交部长。先生，当您在参议院任职时，人们认为您是那种对华鹰派。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吗？是的。我们知道，大约在2个月后，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将举行一次峰会。您对此有何期待？您乐观吗？中美之间能达成协议吗？您有什么预期？我想说的是，作为世界上2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地球上2个大国，我们有义务与他们沟通和对话。你们中的许多国家也同样需要在双边基础上这样做。我的意思是，不与中国进行对话，那将是地缘政治上的失职。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是2个拥有巨大全球利益的大国，我们的国家利益常常不会一致，他们的国家利益和我们的国家利益并不一致。我们有责任尽最大努力来管控这些分歧，显然要避免冲突，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更糟糕的冲突。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与他们保持沟通非常重要。在我们的利益一致的领域，我认为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我们也在寻求与他们合作的机会，所以我们必须与中国保持关系。今天在座的许多国家也必须与中国保持关系，并且始终明白，我们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能以牺牲我们的国家利益为代价。坦率地说，我们期望中国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像我们期望每个民族国家都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一样。外交的目标就是努力驾驭那些我们的国家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刻，并始终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我认为我们还有一项特殊义务，因为美中之间在贸易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具有全球影响，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些长期挑战，我们将不得不去应对。这些挑战将成为我们与中国关系中的摩擦点，这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更广泛的西方国家。但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尽最大努力来管控这些问题，如果可能的话，避免不必要的摩擦。但没有人抱有任何幻想，我们的国家之间以及西方与中国之间存在一些根本性的挑战，这些挑战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因各种原因而持续存在，这也是我们希望与你们共同努力的一些事情。非常感谢您，国务卿先生。我们的时间到了，很抱歉，我无法回答所有想提问的人的问题。国务卿先生，感谢您带来这份令人安心的信息。我想在座的各位都非常赞赏，让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